不知廉耻自愿做了敌国军官的情妇，却也因此彻底沦为了巴黎街头的过街老鼠。但女人却并不感到羞耻，相反，每次都大摇大摆的约会，甚至更为卖力的取悦纳粹军官。而她所做的一切，却全部被刚刚从战场归来的爱人看在眼里。可因为她是反法西斯同盟军的情报人员，并不能主动接触纳粹的身边人，只能眼看着心爱的女人自甘堕落，却又无可奈何。可男人却根本不会想到，那个背叛自己的女人，竟在极其危难的时刻挽救了自己的生命。男人按照约定的地点交接情报，可他的一举一动却早已被纳粹发现。明明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但街头人却迟迟不见踪影，周围遍布的纳粹士兵更是让男人紧张不安。他点燃一支香烟，想要让自己尽量的冷静。就在这时，那个背叛自己的女人却突然来到身前。What? Go down to the lavatories. Put on the clothes there. 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晕，但身为情报人员，他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来不及多想，就按照女人的提示来到卫生间，穿上准备好的衣服。这时女人便紧随其后找到了他。原来跟男人接头的特工已经被纳粹抓走，女人偷听到了纳粹军官的电话，这才特意前来通风报信。而他也并非薄情寡义的叛徒，只不过心里藏着无法诉说的难言之隐。如今再次见到曾经的爱人，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可眼下的形势却并不允许两人互诉衷肠。他贴心地帮男人穿好伪装的衣物，将苦涩的思念化作深深一吻，接着便率先从窗户爬了出去，而男人则是在他的掩护下顺利逃脱。就这样，男人带着满腔的疑惑逃回了英国。自此之后，便彻底失去了女人的消息，可心中的思念却始终未曾停止。那些曾经的美好回忆，也仿佛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3年前的一个雨夜，吉达跟男友发生了争吵，她便从男友的宿舍逃出。为了躲避宿管大妈，吉达就贸然闯进了一间男生宿舍，却恰好闯进了盖伊的房间。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盖伊还是好心的收留了他。可因为大雨浇湿了全身，吉达不小心坐湿了盖伊的论文，对方却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关心吉达淋雨受凉，帮他脱掉了湿透的裙子，还贴心的拿出毛毯让吉达披上。看着面前温柔体贴的男孩，吉达的内心渐渐生出一丝好感。外面的大雨迟迟不停，盖伊就好心的让吉达在宿舍过夜。可这一番言论却让吉达产生了误会。 But we haven't been introduced. I'll sleep on the chair. You keep watch. 吉达执意不愿独占盖伊的床榻，于是两人便逆向睡在了一张床上。因为是狭窄的单人床，他们几乎就快贴上了对方。吉达的脚不小心碰到了盖伊的身体，气氛便瞬间变得暧昧起来。 Sorry. No, don't apologize. I'm flattered. It doesn't normally. I should hope it does. 原本尴尬的氛围也被悄然打破。吉达主动向盖伊介绍起自己，却不知自己早已声名狼藉。刚见面的那一刻，盖伊就认出了他的身份。原来吉达是法国有名的豪门千金，父亲拥有法国最大的酒庄，母亲是美国知名的社交名流。可他青年时期的一次算命，却被巫师告知只能活到34岁。偏偏吉达还是个极其相信命运的女人，以至于一心追求自己想要的快活日子，放浪形骸百无禁忌，风流情史更是数不胜数。学校的所有男生无不知晓他的大名。玩笑中，盖伊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是英国人，父亲是个警察，因为内乱不幸离世。此后，盖伊就成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吉达并没有那么高远的志向，只是心中不禁暗自欣赏这个优秀的男孩。隔天，盖伊便让吉达穿上自己的衣服，假装男生成功逃离了学校宿舍。分别之际，吉达献上香吻，感谢盖伊的热心帮助。殊不知这一吻却在两人心中埋下了爱的种子。没过多久，盖伊就从报纸上得知吉达的名流母亲因为抑郁跳海自杀了。盖伊本想去找吉达安慰他，可两人之间也只是一面之缘，或许对方早已忘记了自己。就在盖伊准备晚上的学校活动时，却意外发现吉达竟主动找到了他。 Read about your mother. Must have been odd. She's a stranger to me, really. 虽然吉达对母亲的离世表现得不以为意，可心里还是无法释怀。这次来找盖伊，就是想要亲自告诉他，他准备离开英国去环游世界，并且希望能跟盖伊保持书信联络，因为他是自己唯一想要留下的朋友。盖伊本想陪他一起，却被吉达以盖伊的学业为由拒绝了。没过多久，吉达就开始了旅行，因为他总是在旅行的途中，盖伊寄出的信始终来不及邮到吉达的手中，因此两人之间一直都是单向通信。吉达每到一个地方，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盖伊。可1年后，吉达就不再写信了，两人也就此彻底失去了联系。盖伊以为两人的缘分就这样结束，他不再抱有虚无的幻想，交往新的女朋友。可在看电影的时候，却突然在荧幕上看到了吉达，那颗早已平静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偏偏这时又收到了吉达寄来的信件，原来他已经结束旅行，回到了巴黎，特意写信邀请盖伊去巴黎做客。于是盖伊便立刻坐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他按照信中的地址来到一家摄影馆，终于再次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吉达。此时的吉达已经再次变换了身份，从一名电影演员变成了摄影师。他的生
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丰富多彩。或许唯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盖伊这位朋友了。Are you married yet? Not quite. Good. I'm sure you have a menagerie of admirers. 两人还没来得及好好叙旧，吉达的男朋友就走进了房间。对方显然对帅气的盖伊满怀敌意，直接就询问盖伊的来意，还告诉盖伊旁边的旅馆可以住宿。没想到吉达却直接拒绝，并且直言盖伊会在家里留宿。男友这才黯然地闭上了嘴巴。就在吉达为了摄影展挑选礼服的时候，盖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疑惑，问起了吉达的男友。 So Max is a lover? He owns the gallery. Actually, he's good company, but he's become extremely proprietorial lately. It's on very thin ice. Well, I hope it melts. Don't so. 暧昧的氛围越来越浓烈，久别的重逢也让盖伊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渴望。他不再顾及其他，只想在这一刻完全的占有这个女人。两人也终于迈过了友情的界限，升华了对彼此的情感。在晚上的宴会上，他们的视线始终在对方身上，似乎对刚刚的片刻温存意犹未尽。可休息的时候，吉达还是要陪伴在名义上的男友身边，而盖伊则是和吉达的好友米娅睡在客厅，这让盖伊既恼怒又妒忌。他甚至不知道以后该如何跟吉达相处。吉达的好友米娅看出了盖伊的窘迫。 Don't be jealous. He's not special to her. None of them are. 更可气的是，男人竟然故意弄出不雅的声响激怒盖伊，这让盖伊再也无法忍受，没有跟吉达告别，就毅然离开了巴黎。可因为吉达的出现，他跟女友也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两人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只是盖伊根本不会想到，吉达竟然不打招呼就突然来到伦敦找他。原来吉达为了盖伊选择了跟男人分手，只是没想到盖伊的家里还有另一个女人。他告诉盖伊，只要给自己一张毯子，明天就会早早离开。可盖伊的女友却选择了主动退出。 She's sleeping in there. I'm just getting her some bedclothes. I was with you at the cinema. After you saw her, you hardly spoke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When you got her letter, you couldn't get on a train fast enough. 虽然这并不是吉达所希望的，但两人之间也因此彻底没有了阻碍。随后，盖伊辞掉了教师的工作，搬到了巴黎，成为了吉达的专职摄影助手。他跟吉达、米娅三人一起开始了同居生活，每天过着灯红酒绿的奢靡日子。只是米娅从不避讳盖伊和吉达的亲密，而吉达向来是百无禁忌，也从不介意米娅对他的过分举动。他们会整晚在夜店彻夜狂欢，也会在清晨的早上轻声耳语。除了未曾触碰乱来的底线，三人之间已经分不清是爱情还是友情。可在一次吉达和盖伊外出归来时，却意外发现米娅身上被抽打得遍体鳞伤。原来米娅是西班牙人，因为战乱逃到法国，成为了脱衣舞娘。后来幸运的遇见吉达，成为了他的摄影模特。曾经纠缠他的客人再次找到他施以暴行，但因为对方显赫的身份，吉达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假装自己也喜欢那种方式，将对方约了出来。男人想当然的欣然赴约，可他却根本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极其残忍的鞭刑。与此同时，盖伊和米娅因为西班牙的战事焦虑不已。原来米娅的家人死于西班牙内乱，她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护士，帮助受害的人们。而盖伊则是心怀天下，不希望以纳粹为首的法西斯掌权。于是两人开始酝酿前往前线的事宜。只是盖伊放不下吉达，在走之前，他向吉达求婚，可不出所料，吉达拒绝了，因为他并不想改变现状。 If I woke one morning and you turned into a husband, I'd flee. How would it be any different? Once people get married, they stop trying. 没多久，西班牙的战事越演越烈，盖伊的许多好友也奔赴了战场，这让盖伊愈发想要前去。他试探性地询问吉达，没想到两人却因此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Want to go and get yourself killed too? In someone else's war? It's not someone else's war. It's as much ours as if it was happening here. We all share the same world. 可盖伊还是偷偷准备好了跟米娅出行的所有手续。他们擅自做出的决定还是被吉达发现。他不理解，明明这里的生活那么幸福快乐，为什么他们还是要去随时可能丧命的战场？吉达第一次感觉遭到了背叛。 We've been living together for a year. Am I such an ogre that you can't even discuss your plans with me? See much point. You feed each other's guilt. It's like a disease. Thank God it hasn't infected me. 分别的前一夜，吉达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又绝望地哭泣。他狠狠咬破了米娅的嘴唇，宣泄着不满，看向盖伊的眼神仿佛是对叛徒的厌恶。可一切已经无法改变。盖伊和米娅登上了前往西班牙的轮渡，吉达并没有前来送行，两人就这样为了各自的信仰奔赴了战场。盖伊始终都冲在最前面，他们埋伏在雪地中射杀了敌军，却在一名死去的敌军手中发现了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或许他此时正等待死去战士的消息，可希望终究会变成失望甚至绝望。盖伊看着手中的照片，陷入了深思，不禁想起巴黎的吉达是否像他一样在等着自己，而米娅则成为了一名战地护士。
战争让他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每日灰头土脸的救治伤员。在一次行军的途中，盖伊碰巧来到了米娅所在的战地医院，久别重逢的两人紧紧相拥，而他们共同的话题也只有吉达。只是他们寄给了吉达许多的信件，却无意收到回复。他们却并没有因此怨恨吉达，而是依偎在一起，回忆巴黎那些幸福快乐的时光。 Those were the happiest times of my life. The three of us together. When you and I came here, We had no choice. how can I be so tired and still feel jealous? I was jealous of you all the time. 可天不遂人愿，送米娅离开的汽车不幸被炮弹炸毁，她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故乡。当吉达得知米娅的死讯后，也终于不再假装冷漠，独自在阴暗的房间里痛哭流涕。几个月后，盖伊所在的军队溃败，他跟着残兵败将转回法国，第一时间便来到吉达的摄影馆，看见心爱的女人缓缓走出，他本想直接上去拥抱，可内心的愧疚让他只能慢慢跟在吉达的身后，直到吉达转身的那一刻，才猛然间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可曾经的温柔与热烈，如今却化作唇边一抹苦涩的微笑。短短1年的时间，却早已物是人非。吉达似乎还是不能原谅他决然的离去，没有一丝的犹豫，只留盖伊独自在斑驳的街角黯然神伤。不久后，盖伊成为了反法同盟军的情报人员，在一次交接情报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吉达，可他的身边却是纳粹的军官。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盖伊的心中瞬间涌起剧烈的愤怒和嫉妒，但他害怕暴露身份，只能强压心中的怒火。于是接连几日，他一直暗中观察吉达的一举一动，并且从吉达的邻居那里打听到，原来自从他和米娅奔赴战场，吉达就已经委身纳粹军官。他不知廉耻的样子遭到了所有人的冷嘲热讽，直到亲眼看见吉达被敌人送回家，盖伊就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懑，冒险来到了吉达的家里。 Why? Why this? It's just a game. Not now. I'm glad you're alive. You know about me. She loved you, you know. As much as I did. You should go. 吉达没有给出答案，只是他决然的样子让盖伊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黯然地走出了房间。而他贸然的举动也被组织发现，所有人都不再信任他，直到他一再向上级保证再也不见吉达，这才勉强留在了情报站中。盖伊本以为从此就跟吉达彻底成为路人，可在一次交接情报的时候，却再次碰见了他。吉达假装借火，却告诉了盖伊一个关键的情报，还设计帮助盖伊逃出了纳粹的包围。分别之际，吉达再也不能伪装自己的爱，用力地吻向了挚爱的男人。在吉达的帮助下，盖伊顺利逃出了包围圈，一无所获的德军只能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其他的情报人员身上，甚至将情报人员活活折磨致死。而盖伊因为身份的暴露，只能回到英国从事其他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盖伊遇见了负责法国情报的高官，也终于在他的口中得知，原来吉达在他上战场后就自愿成为了一名反法同盟的情报人员。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假装侍奉纳粹军官，换取重要情报。为了保密吉达，切断了所有外部联系。直到这时，盖伊才终于明白他从不回信的原因。而此时战争即将胜利，身为敌军情妇的吉达显然处在了最危险的境地。长官劝说盖伊不要冒险前去救援，因为那里仍然还有许多的德国士兵。但知道一切的盖伊已经无法再多等1秒，他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奔赴巴黎的军车。与此同时，吉达仍然在危险中搜寻情报，因为一名女情报员许久不见踪影，他就来到街边询问邻居，没想到却被众人无情的羞辱。 Mademoiselle Dorette est ici. Ça fait au moins 2 jours qu'on l'a pas vue. Qu'est-ce qui se passe? Tu t'inquiètes pour ton amoureux? Elle est peut-être partie avec une jolie petite souris grise. 而即将撤退的纳粹军官却并没有抛弃吉达，他不顾危险，想要将他带回德国。或许他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只是战争让他们处在了敌对的阵营。吉达拒绝了军官的好意，但对方真诚无比的样子，让吉达也不忍心再欺骗他。 I don't love you, Franz. 可话音未落，纳粹军官就被窗外的冷枪击中。此时反法同盟军的士兵闯入房间，他们对纳粹恨之入骨，当着吉达的面打碎了军官的头颅。与此同时，盖伊随行的军队例行休整，他等不及部队开拔，就骑上自行车。此时距离巴黎已经只有短短的30公里，可他拼尽了全力，却还是没有见到吉达的最后一面。吉达在冰冷的尸体旁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似乎除了盖伊就没有其他人能说话了。可他却又不在身边，或许心中有太多的委屈和思念，他就趁着月色将自己的心绪写给了爱人。可因为他纳粹情人的身份，周围的邻居早已对他深恶痛绝，他们闯入吉达的家里，将他视为叛徒游街示众，又将他关进寒冷的地窖。看着窗外与纳粹有染的女人全部被剃光了头发，吉达心如死灰。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只是女巫的预言总在脑中挥之不去。同盟军的战士也在此刻走了进来，他们控诉着吉达的罪行，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可吉达却并没有解释，他好像穿了一身干净的白衣，却偏偏被老天安排行走在泥泞的土地中。即便充满不甘和悲愤，却又无法左右命运的安排。于是他索性艰难地挤出了一丝微笑，淡然地迎接这绚丽又短暂的生命谢幕。盖伊费尽周折，终于来到了吉达家里，可这时早已人去楼空，唯一留下来的就是吉达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Well, my love, I'm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ings, of how I was and how I am now. I have always believed our first duty is to ourselves, to live life to the full. But I have also been haunted by another conviction, that everything is preordained, lying in wait, and time is running out. I seem to have charged through my life in a kind of panic, and looking back, I feel I have achieved little of worth beyond our friendship, yours and mine, and Mia's. Then one day I woke and found I had lost the two people I cared for most. Only then did I begin to realize that we cannot live alone, aloof from the world, and that to believe we cannot fight against fate is an act of surrender. You were right when you said that once I cared for your opinion of me, but wrong in thinking I ever stopped caring. I love you. 吉达从不介意世俗的看法，只想过好自己的人生。可盖伊和米娅的出现，却终于让他明白，人不可能独立于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之外，总是要有那么一些人，为了大义放弃了个人的安逸与享乐。他们像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虽然吉达的生命如夏花般绚烂短暂，却不必用橡皮擦掉任何段落。如果可以，多希望回到剑桥的那一夜，看着吉达一步三回头，在幽幽怨怨的青草间肆意的荡漾。